大家好，我是四蜥蜴。今天和大家一起以自然女本位视角出发，重新观看这部2021年漫威出品的黑寡妇大电影吧。在漫威这个爹系超英宇宙里，黑寡妇是少数真正由女性主导、女性自救、女性互助的电影。但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的。路人会觉得漫威出了一部大女主动作片，却没有惊天动地的力量设定，而粉丝觉得漫威电影宇宙越拍越烂，寡姐也不再性感美艳。但是如果你站在女本位的角度上看，其实这部电影有满满的女权隐喻，而女导演也在用她的方式用心描绘和完整娜塔莎的人格和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不聊超级因子如何拯救世界，也不聊漫威各阶段的复杂设定和票房评分，我们来聊的是关于女人如何觉醒，又如何寻找和唤醒彼此的故事。以前的黑寡妇娜塔莎是什么样子的？本业间谍，性感尤物，经典的南宁幻想。她是初代复仇者联盟里唯一的女人，她缓和男人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男人调情。她足够聪明和强大，但不会喧宾夺主，而是甘于配合辅助男性。她的妆容魅惑，衣着性感，男导演的镜头反复在她的胸、臀和唇上暧昧的游移和聚焦。她在战斗时还要穿紧身衣、高跟鞋，披散的长发根本不真实，却足够赏心悦目。但是在黑寡妇这部电影里，她挣脱了南宁叙事的枷锁，不再扮演充满刻板印象的美貌女间谍，而是一位女儿，一位姐姐，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她的衣着越来越实用，适合战斗，领口也越来越高，没有刻意的性感镜头，也没有色诱任务，更不用和谁有暧昧对话。她不再围绕着男性角色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线，不关乎男女情爱，只专注自我觉醒和姐妹的团聚。她终于在自己的电影里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性感符号。红房子是什么？它是极端男权组织控制下的女性工厂，是制造完美女性武器的实验室。它收留被人遗弃的女孩，或者物色天资优秀的女孩，把她们培训和改造成男权打手、杀人工具，代号就是黑寡妇。本质上，这就是男权体系对女性压迫的终极具象化。在这里，女人的母性、情感、自由，通通被视为缺陷。她们被剥夺生育能力和权利。因为如果她们可以生育，她们就有了感情羁绊，想保护孩子，而不会死心塌地地服从组织的操控，全身心为组织卖命。她们被洗脑与化学武器控制，从小灌输男权逻辑，剥夺自我意识，完全听从命令，甚至一声令下后可以心狠手辣地追杀姐妹。她们被植入追踪器和爆炸装置，让她们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就会自爆，避免更大的损失。她们被极端的性化和客体化，变成完美女间谍，要美丽，要性感，要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还不会来月经和怀孕，成为男性的终极幻想，以完成暗杀等各种秘密任务。这是父权男权社会对女性最赤裸、最极致的物化。你不是人，你只是工具。红房子就是极端男权体系的缩影。在这里，女生被支配、被剥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为组织服务。她们是黑寡妇，像是出生在牢笼里的仓鼠，没有理由，却只能没日没夜地奔跑着。娜塔莎是黑寡妇里最早的觉醒者，但是她真的自由了吗？她只是从极端男权的牢笼走入了温和男权的幻觉。红房子对她是暴力的、直接的控制，而神盾局和复联则是温和的、包裹着关爱的利用。复联里每一个男角色都有正常的形象，拥有科技或神力。钢铁侠是科技加成的亿万富豪，美国队长是强化过的爱国战士，
而雷神是阿斯加德的天神，鹰眼也有百发百中的能力。但是娜塔莎呢？她的形象和在红房子里到底有什么不同？她依然是美貌诱人的女间谍，被性化着，被凝视着，是团队里唯一需要用性感和诱惑去获得信息、完成任务的人。她在电影里确实没有和男的产生实际的性缘关系，但是没有性缘就万事大吉了吗？任何男缘都会吸你血和让你心碎，对男人真情实感和付出就是作茧自缚。她把男的当家人，当好友，所以仍然会沦为男人战争里卖命的工具人，在男性英雄的故事里担任漂亮迷人的辅助角色，像是战场上的一颗棋子，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却无人关心他的故事，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牺牲。钢铁侠牺牲，全世界为他流泪，为他送行，有一场盛大的葬礼，有英雄们列队致敬。但是娜塔莎呢？她的墓碑简陋无比，甚至只派了妹妹 Elena 一个人去祭奠。她一直想寻找家，但是真正的家是她自己，是她的妹妹，是红房子里所有觉醒的姐妹，而不是一堆不同的男人。电影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娜塔莎和 Elena 从小就被迫在红房子里培训，她们并不是亲生姐妹，但在一次卧底任务里，童年的她们扮演了一对姐妹，共同生活了3年。任务结束后，娜塔莎疯狂想要保护妹妹远离红房子，却还是被迫分离。离开前，妈妈说永远不要让他们夺走你的心。确实，他们在心底里始终记挂着彼此和那段曾经共同经历的温暖回忆。娜塔莎后来从红房子里叛逃，并暗杀了最高领导 Dragov， 加入了神盾局和复联。她一直以为红房子已经消失了，所有姐妹包括 Elena 都已经解放了，但其实最高领导并没有死，红房子也只是转到了更隐秘的地方，而所有姐妹包括她的妹妹仍然在经历更深的洗脑和精神控制。直到有一天，有一名姐妹偷走了精神控制的红色解药，试图唤醒所有人，而耶伦娜奉命去追杀她。危机关头，那位姐妹用尽最后的力量给耶伦娜喷了唤醒解药，她才意识到自己这些年和现在做了什么。虽然追悔莫及，但事已至此，清醒过来的她就接手了代表恢复和觉醒的红色药水，也背叛了红房子，踏上了唤醒更多姐妹的道路。她意识到不能自己一个人战斗，于是先开始寻找那位早就叛逃成功的，自己这些年也在一直默默关注的姐姐娜塔莎。电影拍出的姐妹之间的相处氛围和日常细节特别可爱，比如刚刚见面时娜塔莎忍不住的微笑，还有 Elena 不小心绊倒一下时娜塔莎的提醒。两个人不知道对方的底细，狠狠打了一架，却没有下杀手，发现没问题后很快讲和。在后面紧张的战斗里，姐妹也不忘斗嘴。在车上，她们随意聊起了生活。Elena 很骄傲地展示了她的衣服，那是她第一次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购买和修改的衣服。以前她没有自己的意志，一切都是被洗脑控制，或者为了达成目的而被迫的选择。而如今，她终于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可以盼望未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Elena 告诉娜塔莎，红房子并没有消失，还在偷偷运行，只是转入了地下，其实是天上，在更隐秘的地方以更隐秘的方式洗脑和利用着更多女人。姐妹俩又被其他黑寡妇追杀，但是娜塔莎不忍下杀手，因为她知道她们是被洗脑的，不是她们的错。但是被洗脑的人没有自我意识和姐妹情谊，所以一出手就是杀招。一通追逐打斗后，那位黑寡妇从高空坠落，红房子监控到她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控制她启动自爆装置。她挣扎着说 I don't want to do this. What are you doing? He's making me. 娜塔莎痛心地明白了真相。姐妹俩决定直接攻打红房子，可是不知道她的具体位置在哪，只能找现在被关在监狱里的养父，也就是之前3年卧底任务里扮演他们爸爸的人。因为他是红房子最高领导的心腹，
结果好不容易把这个男的从监狱里救出来了，他还爹味起来了，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不仅不关心他们俩生活怎么样，只知道纠结名声能力之类的事情，还把两姐妹的优秀和成就归结于他的功劳。结果两个女儿根本懒得理他。这才是对的，因为男人没有这种母性，没有女人和女人之间才可能有的那种情感和连结。而导演也没有美化什么父爱，反而把他拍成了一个负责搞笑的丑角，没有任何女人崇拜他。我很喜欢这里的战斗服，一看就是真的来打架的，而不是卖弄风情。战斗场面帅极了，动作很潇洒，女战士就是帅。很多人说这一部拍的无聊，因为他穿的不性感，也没有暧昧戏码，演员也几乎没有化妆。但这就是我喜欢这个影片的原因之一啊！他拍的就是一个强大的女人在战斗时应该有的样子。娜塔莎和艾莲娜发现，原来这个养父真的很废物，他都不知道红房子在哪里，所以他们又决定一起去找养母妈妈 Melissa。和妈妈重聚后，场面一时有点温馨，但是这种温馨很快就被打断了。两姐妹发现，这种通过化学武器来对人进行精神控制的手段，就是这位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妈妈发明的。而且梅丽莎肯定知道这些化学武器的用途，这些年却懦弱地装作不知道，说我只是研究负责科学，别人怎么做我不管。直到现在，她发现自己亲手研究的东西害了两个女儿，才开始感到不安。确实，自己的能力不好好使用，也不负责，反而为男权献祭，就是极其短视和愚蠢的。妹妹很伤心，因为她一直希望这些家人的美好感情是真的。 Who cares? Don't say that. Please don't say that. It was real. It was real to me. You are my mother. You were my real mother. The closest thing I ever had to one.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was fake. 而姐姐娜塔莎也很难过，她以为幼年被亲生妈妈抛弃，童年又被养母抛弃。作为曾经的元老级黑寡妇的养母告诉她真相，其实她的亲生妈妈一直都在找她，不是妈妈不要她，红房子把她捡走，而是红房子觉得她好，生生的把她从亲生妈妈那里夺走的。亲妈到处找她，甚至惹怒了红房子，才招来了杀身之祸。而养母这些年也在一直记挂着她，留着姐妹俩的照片，即使不得不把他们过来的消息汇报给红房子，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马上开始承认和弥补一切，与姐妹俩一起反抗了红房子。养母说自己从来没得选，像一只生在牢笼里的仓鼠，永无止境地奔跑着，一辈子都在为红房子卖命。但是娜塔莎说，你只是出生在笼子里啊，这不是你的错，也不代表你要一直待在笼子里啊。确实，人是可以保守好自己的心，做出自己的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跑路或者反抗。至于那位养父爸爸那边，女儿明显没有真的把他当回事，气氛很敷衍，没有所谓的和解或者原谅的意思，只是也不想为他伤心生气了，没有必要啊，他本来就是这样，你还指望他改变什么呢？有这时间不如去做点正事，比如在红房子来的时候抓紧时间自救。而且母女三人的战斗计划里还没有带上这个爹，这才对嘛，不带他，不带男人才是正常的。妈妈的战斗也是很酷很飒，干脆果断冷静，而那个所谓的爹谁都打不过，真是废物透顶。而说到娜塔莎单挑的红房子的 boss Dragov， 就是典型的父的形象，他装的一副关心女儿的样子，其实女儿只是他的工具。娜塔莎在叛逃时意外炸伤了他的女儿，他在短暂的虚伪的伤心以后，又开始使用了另外的方式利用女儿，就是完全把女儿打造成了一个最强大的武器，模仿大师。如果他真的想让他女儿活着，开心幸福的享受她的人生，就算为了救她不得不安上芯片之类的东西，也不会让她做现在这样的事吧，像机器人那样子活着，被控制洗脑，每天要出生入死的执行任务，而且没有任何自己的自由意志。
娜塔莎和他对峙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法伤害他。原来他又使用了一个气味控制，用所谓的信息素、费洛蒙，让所有闻到这个气味的黑寡妇无法伤害他。这一段情节，我认为可以解读成男人在性方面对女人的控制，类似有些女人看到男的了，大脑就有一块地方宕机了，爱男疾病发作，就不愿意伤害他们。你以为这是爱情，其实是你脑子坏了。继续对峙时 Dreykov 说，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不可察觉的影响，所以他最喜欢采用的不是暴力，而是控制与洗脑。这也很正常，因为他只是一个弱小的男宝，自己没有能量，只能用这种阴暗的招数去利用强大女人们的能量。而黑寡妇娜塔莎虽然无法动手，但是必须狠狠嘲讽一波这位小男宝。果然他受不了女人这样说他，很破防，被激怒的可怜的男人的自尊玻璃心碎了一地，但是实力又确实有限，怎么着都打不垮娜塔莎。其实娜塔莎是用的激将法，想要他把自己鼻子附近的神经打坏，闻不到气味就可以随便动手了嘛。没想到他那么弱鸡，连个鼻子都打不断，还得自己下手。娜塔莎得知全世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黑寡妇，这样被洗脑的女孩和女人。Dreykov 作为极端男权代表，直说他们是垃圾，还说自己很伟大，拯救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个家和目标。这种狗屁发言，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假的，目标是错的。父权男权的常用手段就是这样，有一些坏男人伤害和抛弃女人，又有一些好男人假模假式的保护和拯救女人。其实他们就是一伙的，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其实最终目的还是以不同方式去利用女人。娜塔莎解开气味封印后说，我再也不会让你对其他女孩做这些事了。但这时候其他女孩来了，不过不是来帮她，而是来背刺她，是真的背刺。你要知道，她们确实会背刺你，不要觉得她同为女人，你就有责任对她好，要女女互助。你是想保护她，团结她，但她没有想保护你，团结你啊。此时此刻被洗脑的她，现在只想伤害你。你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不是你的姐妹，而是一头愚蠢却凶残的驴。她此时还是男权打手，来背刺你，伤害你，你就得揍她。你唤醒她之后，可以把她当姐妹，但没有唤醒之前，你虽然可以不杀她，因为你的目标是杀男的嘛，但你肯定得揍她，揍到她服为止，揍到她无法伤害你为止。娜塔莎就是被自己想唤醒的姐妹打得特别惨，因为被洗脑的女人叠加她们原有的超强能力，就让她们心狠手辣又技巧高超，成为最强男权打手。幸亏这时候 Elena 来了，丢来了一堆红色药水，唤醒了在场所有的黑寡妇们。精神控制终于被解除，他们停了下来，看向彼此，终于意识到敌人从来不是自己的姐妹，而是那些操控他们自相残杀的男人。这些女孩恢复清醒以后，问娜塔莎，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娜塔莎说，远离这里。是的，先要远离有毒的环境，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不会教你们如何做，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工具。我呼唤你醒来，不是想利用你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所以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你当然可以加入我，但那是选择，而不是强迫。经过一场经费爆表的充满惊险特效的战斗以后，红房子彻底陷落了。Dreykov 也终于彻底嘎了，而模仿大师盔甲里那个年轻女孩也在娜塔莎和 Elena 的帮助下觉醒了。她第一反应就是她爹嘎了没？嘎了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她也一直很痛苦，自我意识藏在底下，被所谓的父亲控制着，所以这女儿也根本恨死这个父亲了呀。这就是一个很反父权的电影，而且根本不搞什么男主或者男朋友来拯救你，全程就是姐妹互相奔赴和救赎的故事。而且即使不是骨肉亲，但是我们落地为姐妹。这场战斗终于结束了，大家要分别了。Elena 把她心爱的那件马甲衣服送给了娜塔莎，祝她好运。
那些新觉醒的黑寡妇们也来了，说我们不会抛下你的。是啊，我们可以一起战斗，一起寻找和唤醒世界各地的姐妹们。我们曾经都被洗脑，但那又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生在笼子里，但是我们有选择。这一刻，所有女人不再是工具，也不再是彼此的敌人。她们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意志。她们的战斗不再是为了男人的战争，而是为了自己和姐妹们真正获得自由。这部影片拍得很好，只是作为前传，无法改变和弥补后续故事里发生的那个最大的遗憾。娜塔莎最终没有选择和艾莲娜一起去寻找更多姐妹，她还是选择了回到复仇者联盟，回到那个让她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的温和男权体系里去。她还是以为那里是家，结局我们都知道。她的一生被利用，她的死亡被遗忘，她的生命最终只是漫威宇宙的一块垫脚石。她逃出了极端男权，却落入了温和男权，最终仍然是男性战争中的牺牲品。真正属于她的家，不是复仇者联盟，不是擦亮眼找的什么好男人，而是她自己，是耶伦娜，是所有已经觉醒的黑寡妇姐妹。可惜她再也无法回去了。我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名灭霸，他渴望打一个响指，一半的人，你知道是哪一半，都灰飞烟灭，然后所有的超级因子，包括黑寡妇们 assemble， 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美好目标而奋斗。这不比你娜塔莎掉下去外星悬崖孤零零死掉的结局更好吗？这不比一堆超级因子为了保护一个废物难保的场景更燃吗？如果时间线确实可以穿越，如果一切选择都可以重置，他会怎么选？你会怎么选？你是否愿意看破这一切的迷局，为了自己而活，为了自由而战斗，砸碎所有明显或者隐蔽的枷锁，建立真正属于自然女的世界呢？欢迎在评论区里说出你的感想。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记得点赞订阅。我是四蜥蜴，我们下期再见。I am Hela, Odin's firstborn, the commander of the legions of Asgard, the rightful heir to the throne and the goddess of death. My father is dead, as are the princes. You're welcome. And rise into the ranks of my great conquest.